自从入手 Mac mini，因自带内存不足，所以我加入了 SSD 固态硬盘。之前的固态硬盘加在扩展坞上面都需要外接电源的，因为电机不够，所以我这边呢，我又入手了2款扩展坞，但是这2个扩展坞呢是不需要插电源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，因为特别我要外出的时候，我还要带多一个电源，这个就不方便了，所以就省去了一些插电的步骤，这个就比较便携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开箱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打开这2个包装看一下。第一个呢就是横放式的一个扩展坞了，然后下面这个就是一个逆式的扩展坞了，它的中文名叫米高瑞，它都是支持2230、2242、2260、2280的 SSD 的固态硬盘的，所以这2款是一样的。OK， 我们现在打开这一款了，这款是逆式的。OK， 有说明书了，本体了。OK， 这个是它带有线的，这个是带有线的，然后有螺丝刀，有固态硬盘的导热硅胶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接口啊，接口这边有接鼠标，有接键盘 ，USB-A 的一些口了，另外有个 Type-C 的10 GPS 的一个快速接口，然后 TF 卡、SD 卡都是可以读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USB-A 的一个10 GB 的一个速度非常快，然后这边还有音频输出接口，中间有那硅胶条了，保护那个 Mac mini 的外金属块，因为它都是金属来的，然后它下面有一个SSD 硬盘的一个扩展坞的这个地方，我们现在打开，用它的螺丝刀打开看一下。然后这边呢是可以接4种不同的 SSD 固态硬盘，同样这边也有导热硅胶跟螺丝刀啦，还有说明书啦。好，这边还有数据线，对，它这里还有个数据线，然后这边是它的本体了。这个本体呢，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地方缺口呢，就更好对 Mac mini 平放的时候开机不影响，这个就设计特别好。然后前面呢也是USB-A 的一些接键盘、接鼠标，然后它的 SD 卡跟 TF 卡的读卡槽都也有了。然后我们看背面，背面呢它也有这个是 USB 2.0的这个音频的一个输出输入，对，然后这个是4K 60赫兹的 HDMI 接口，这个外接显示器的，这边是接 Mac mini 的主机的。然后背面也是一样，它这边有一个 SSD 固态硬盘的一个扩展槽啊，大家打开以后就可以装进去了。这个是一个也是金属的铝合金的一个材质。好，我们现在安装一个固态硬盘，它这边呢它不是一个螺丝的，直接是卡在一个胶套上面。然后呢这边呢我们塞到卡槽里面去。对，卡槽以后这边呢刚好对着这个孔压下去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接上电脑。这2款扩展坞呢是功能很全的，除了接移动硬盘呢，还可以支持 USB 接口啦。SD 卡的读写啦，连普通的 USB-A 的键盘的鼠标都能接用另外带了 HDMI 视频输出，还有 3.5mm 的音频接口，外接麦克风也很方便。它们的区别在于摆放的方式，一个是逆式的，对，一个是叠的下面的。版本的接口呢也会有一些不同，其中呢有一个自带连接线直接连 Mac mini， 另外一个是独立的线材，需要用一根线连接起来。因为逆式的带了2个10 GPS 的一个接口，一个是 C 口，一个是 A 口，这个比较不错。横放式的只有 USB 2.0， 但是多了 HDMI 的一个视频输出支持了 4K 60赫兹的。2款都带了 SD 卡或 TF 卡读卡器，这个还是不错的。横式的这一款呢，因为它这里的开机不方便嘛，所以你这边可以直接就不用把Mac mini 翻起来去开机，它这边直接可以去开机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好处，一个缺口。好，现在2台扩展坞都接好了 Mac mini，咱们做一个文件拷贝的测速。而从电脑上往 SSD 卡拷5G 文件就比较夸张了，不到5秒就搞定了。这个速度换下来接近了10 GPS。2款扩展坞的测速结果是一致的。唯一想吐槽的就是，虽然 Mac mini 自带了多达5个 USB-C 的接口了，但是扩展坞上需要多留个 USB-C 就更加贴心了。不过整体来看，这种缅电源加高速传输的组合，对需要移动办公的朋友确实很像。OK， 今天就是一个无电源的扩展坞的测评，简单的给大家开箱体验一下。
OK，如果大家有兴趣有需要的话，可以通过我视频的下面链接去买来试试。OK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